好，现在来看到是川普沦为全球的笑柄。今天我们来特别看到的是加州州长纽森自己开始开酸模仿川普的画面。那么华尔街也嘲讽呢，这个川普是 nacho， 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另外，美国现在内部面临的就是非常严重的停滞性通膨，还有经济崩盘。现在说其中选举，川普必大败吗？好，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全世界都在嘲笑川普，并且对他开酸了。首先是美国自己内部自己人，我们来看到加州州长纽森竟然在这个时候，他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文件，上面署名这个叫做英俊的州长版本的一个驾照，而且呢，上面就是一个纽森的图像，并且呢，他在上面署名说是纽森州长留下来的。那么他这个发言人，纽森的发言人还取笑他说呢，这一位呢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护照，取笑川普我们伟大国家的愚蠢总统，真的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再来呢，华尔街的交易员也特别取笑了川普因为他现在给一个川普的绰号叫做 Nachos， 就是 Not a chance Hormuz opens， 不可能去打开荷姆兹海峡这样子的一个绰号，叫他 Nacho。那彭博的专栏作家也说呢，川普你不只是在荷姆兹方面他口之外，你在荷姆兹的政策上面根本就是反复无常啊。再来，我们就看到是川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他在一场白宫的记者会上面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是太累了，还是精神不太好，还是怎么样有出状况呢？疑似是混淆了乌克兰还有伊朗这个国家并且呢，他就声称说，乌克兰有159艘的舰艇全部都沉入水底了。这个话一出呢，这个记者们就面面相觑，想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在讲哪一个国家呢？所以呢，中国大陆的牛弹型官媒就说，现在也不知道是乌克兰还是伊朗还是美国比较尴尬川普你应该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健康的卫生。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欧洲国家最新也补刀了，来自于法国直接打脸川普，不是说要在华府盖一个凯旋门吗？法国就说，你知不知道凯旋门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拿破仑在战后历史与帝国的象征地位，它代表的是一个帝国荣耀的终点，不是起点啊！你这时候盖这件事情来做形容，是不是有点怪怪的？那还有嘲笑川普的人，还有伊朗的议长，他就说呢，川普的政府专门给垃圾建议，而且还很昂贵。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苑老师怎么看？现在全球都在笑川普，到底有多蠢？我跟你讲这个川普现在这个讲话把讲伊朗的事情讲成了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其实讲起来表面上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笑话看，因为美国现在这个民主党的国会当中要搞川普的，就要祭出美国的宪法第25条。如果宪法第25条是讲说，如果现任的总统他本身的身心能力有问题的话，要由副总统提案把他换掉。现在正在大家在游说这个范斯那目前要挑拨范斯那范斯不晓得为什么是最近都不太说话了，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个美国有这个川普这个总统对于美国长期的所坚持的民主制度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个川普本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次英国的查尔斯3世跑到美国的国会去演讲，在讲的时候，那个川普底下在发表评论的时候，他说一件事，就是说所有的民主党跟共和党都站起来鼓掌，然后民主党不会为我鼓掌就是说这个我得到的掌声没有这么大。然后那个 Bill Clinton 就克林顿总统就开始做评论，讲说这个真是肉麻当有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民主的殿堂，也就是美国的国会当中，一个 monarch 就是一个君王君王就是美国革命的对象，跑到这个国会来演讲，然后所获得的掌声比民主选出来的总统还要多。大家觉得这个总统讲话就不是人，所以说有理智也不是人，那心智有问题更不是人。所以说，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就是川普变成大家的笑柄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原来长期的时候一直是表现出来要笑别人什么的，但是川普话讲多了，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如说我们假设他身心非常健全，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的历史跟地理的知识恐怕不到小学3年级这不是开玩笑的。就你现在要川普讲出来说伊朗跟乌克兰有没有在同一个地方，他搞不好分不出来他搞不好分不出来，因为他们没听过他讲这种问题，也没有听过川普讲任何稍微有一点点知识性的言论。
啊，都是这个，因为在大陆有一个人学川普讲话，那个讲话的话，他自己是教小孩子英文的，或者教初中英文的，就是原部就是重复那个字啊什么的，就是讲得非常夸张。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对于美国来讲，这个川普在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那既然他是民主选出来的，然后他现在所表现的又这个样子，所以对于美国有识之士，尤其是加州的人啊，或者说像华尔街、像纽约的人，他们觉得很丢脸。这个真是非常麻烦、非常大，因为你民主选出来的总统搞成这个样子的话，证明民主的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好，那将军又怎么看呢？法国这个凯旋门非常有意思哦，这现在刚好是英国国王哈，这个查尔斯3世正在美国做国事访问哈，他跟川普有一场对话，非常有趣哈。这个川普曾经讲过，如果不是我们美国，你们看欧洲都在讲德语，因为他讲的是希特勒占领整个德国2次世界大战。结果查尔斯王子怎么回复他了？如果不是我们英国，你们现在美国全部在讲法语，那代表什么？因为法国在那个时代哈，确实有法国，这个美国是法国的殖民地哈，曾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对，很大一块地方。那当然这个查尔斯王主要是回对我一些，但是从这句话我们也知道，就法国来讲，他这个凯旋门当然跟拿破仑有关了哈，是拿破仑下令盖的。可是拿破仑对这个凯旋门盖一半以后，他就因为滑铁卢战役失败就结束了，就后续就没有盖，是后续再把它盖完了。所以这个凯旋门并不能代表法国那时候这个帝国时代的辉煌历史哈。那川普可见呢，他对这个历史完全不了解，他现在去盖凯旋门，不想要代表的意义何在哈？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川普有很多的疯狂的举动了，在我们都觉得那已经是要过世的人的后续的国民怀念这个伟大领袖才会做的动作。但是现在川普自己还活着，他都在做，那代表什么意思？第一个我举例，大家都还印象深刻吧？他要在他钞票上面、美钞上面要有他的签名，对不对？护照上面要有他的照片，然后军舰要叫川普级的，这个战机要叫 F-47哦，纪念第47任总统。现在更离谱了，今年度的高尔夫 PGA 巡回锦标赛哈，他还在这个赛场的门口立了一个2公尺高一个川普的铜像，让所有人来跟这个铜像合照。所以他真的是非常有自恋狂的人，每天晚上睡不着觉。老人家其实越是这种迹象，代表他这个年纪越大哈，因为年纪大，怕人家忘了他哈，所以他必须要做很多事情，让民众来怀念他这个总统。可是你说这个现在其实上对他最重要的是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哈。那当然我们都希望荷姆兹海峡尽早能够解除封锁，对全世界影响很大，因为能源如果被封锁住之后，就造成我们今天通货膨胀，全球都在通货膨胀。那包括美国的老百姓最受不了，他出门就要开车。他现在油价已经1加仑已经快要到$5了，对老百姓是绝对是受不了。可是你不将你的脑袋思考用在这个事情上面，只想要在你的这种人生上面，在一些枝微末节上面留下你的名字。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如果说荷姆兹海峡现在封锁，真的就算开放了，你不觉得这场仗只是打了一个寂寞吗？原来就开放了，要不是你川普，也不会被伊朗封锁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真的是取这个外号哈，对他来讲确实是一个讽刺啊。对，没错，川普现在不好好的这个检讨一下美国自己内部人民所面临的痛苦，却在这边非常的自恋，做了非常多的举动。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到底现在美国的民众到底有多痛苦呢？因为现在在经济上可以说，在美国内部是爆发很多的警讯。那我们由数字来做佐证。首先呢，消费者信心跌到49.8的历史新低。再来就是来自于 Lending Tree 的最新报告，他说受访的民众37%的受访者表示现金储蓄已经不到$500了，14%的民众是完全没有存款的，生活成本不断的飙升。那桥水的基金创办人这位是达里欧警告，美国进入停滞性通膨。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川普他当初要打这个关税战、贸易战，他希望就是减少对国际市场的采购，多用国货，多用美国生产的来让美国的就业机会、就业人口还有这些劳工收入能够增加。结果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国外的东西便宜啊，你在国内生产，在美国国内生就是贵，而不见得管用。我们今天这个就违反了经济学的比较利益法，经济学比较利益法则，你便宜的卖给我们都便宜，我便宜的卖给你，你也便宜，我们两个都互利，对不对？大家彼此买对方便宜的，是这个样啊。那现在这个美国在去年
202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1兆200亿美元，1.02兆你看看他经过这个努力你还是贸易赤字，你还是要买国外的，因为受不了。但问题是，美国问题出在哪里？美国制造业已经萎缩了，美国制造业占美国总体的 GDP 的收入只占9.7%，不到10%你要想到非常低那你这样换句话说，你的制造业怎么会那么差呢？也就是说，它在去年美国全部的制造业的总产值是2.91兆美元，2.91兆。美国的这个全国总生产是28兆嘛，你一算就知道是9.7%了。所以美国是出在它的制造业萎缩了。那第二个问题出哪里呢？第二个，美国的储蓄率低，美国的储蓄率现在只剩下4%。月光族最多我没有钱，我花光了，因为我要交信用款，这是卡债，我要交贷款，房子、车子都贷款都贷款，我要交贷款。第三个我要交保险，美国保险特别贵，你没办法，你这3个月你就没有了，我剩下就剩一点点了，因为你这个3个都交光了，你月光族所以美国的储蓄率只有4%。赚100块，你花了96块，只存4块。我们台湾储蓄率我们台湾储蓄率40%，你赚100块，你只花60块，你有存40块。当然我可能没有存那么多了，但其他人有钱在存得多是这样出来这个地方。另外第3个问题，美国最大的问题就美国国债太重，美国国债现在39兆，换句话说，你举债的空间越来越小。我本来说我筹码多，对我可以多补助，现在没办法补助，你国债那么高，你在补助什么？所以没有举债的空间越来越压缩了。因为补助的空间压缩了，大家自己想办法。对，所以美国是出在这3个问题，一累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目前的这种停滞性通货膨胀就出来，大家少买一点，少花一点，就变成停滞性了。明白？因为大家没钱嘛。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